今天这个天气是真好，我现在在芜湖的长江边上，大家看一下奇瑞风云 A8，也就是风云 A8的 CDM， 它还是艾瑞泽8的插电混动式的一个版本。其实外观内饰没有什么变化，主要是它的一个动力发生了一些变化。的钥匙，其实奇瑞的钥匙还是挺重的，质感也是很不错的。这个按键也是很方便盲操的，比我那个极氪001的那个钥匙要好太多了。然后依旧是解锁，它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艾瑞泽8那个动效，就是类似于 A4的奥迪专用的那个灯的动效。来看一下它的前脸，其实前脸部分相较于油版，也就是艾瑞泽8没有太大的变化，就是这个标，它现在变成了这种扁平化的设计。我记得应该是能亮的，不太清楚了。反正之前有一款是哪一个，反正这个灯是支持亮的，应该是虎9，我之前拍过瑞虎9。外观就不做太多叙述了，因为跟之前拍的那个艾瑞泽8就是一模一样。其实车身线条还是很好看的。这一款是1.2T的御风版，起售价是优惠版好像是12.99万的版本，反正落地的大概也是13万出点头，具体可以到店里问一下，因为我大概也就知道一个大概。这是它的一体式贯穿式尾灯，细细的。后面这个 CDM 也是奇瑞的专用的插混技术，风云 A8， 风云 A8 这边这个风里面还加了一个电，那么也算是重新用起了风云的这个品牌了。接着我们再看一下后备箱，按键在这个 E 和 R 的这个中间按下去，弹起的速度还是很快的。整个后备箱的空间，其实我是觉得纵深和宽度还是很大的。你看这边还有一个空间，这里为什么没有空间？因为这一块它放了一个后置的一个电瓶，看到没有？这边是电瓶的这个接口，整个你能看到的地方都是有这种包裹的。下面也是这个是补胎液、三角警示牌，下面应该是还有一个东西的，我来看一下，下面应该是啥？电器总成，充电器总成，之前应该是放备胎的一个地方，就变成了这个。再来看一下上面其实是没有包裹的，露在外面。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可以加上，毕竟也省不了多少钱，大概就几十块钱的样子，就做一个类似于这个材质的，去把它包裹起来会更好一点。不过它这边是包裹起来了，支撑，上面也是。这一块其实是从车内把后备箱打开的一个按钮。我觉得如果你有车，你还是尽量去了解你的车的相关的一些信息。比如说，如果碰到什么紧急情况，前面的门打不开，你从后面爬出来的时候，你要知道这个按钮它在哪，怎么用，你去试一试。我觉得在危险的时刻还是可以有一些作用的。再来看一下它这边这一块是油箱，因为是高压油箱的原因，所以要解个锁。我先去那边解个锁，它这个解锁在这个下面，对，抠一下就可以了。我们去看一下，它不会弹出来，但是它可以直接，你看这样按出来。因为是高压油箱的原因，所以它为了安全，还是这样的一个设计。加92的汽油还是很实在的啊，经济性还是很可以。左边的话就是它的一个充电口，这个是不用解锁的，它就可以自动打开，是支持一个快充和慢充的一个接口。它还支持3.3千瓦的一个慢放电，可以给你的车外的一些电器，比如说你去露营，一些灯啊、电器去供电。我觉得这个适合自驾的一些朋友。我们进入到车内，你看它这个设计其实还是艾瑞泽8的那个设计，没有太大的变化。门板依旧是这种设计，座椅的调节放在了这个门板上。说实话，一开始有点不习惯，我总是会抠这边，因为10几万的车，你想想，基本上就没有会把它放在门板上的。所以虽然很用心，但是的确在我的固有思维里面，我经常会还是下意识会把手伸在这边抠。我说没有，难道这个座椅没有电动调节？结果一看门板上，得花时间去适应一下。其实这个还是有点圆滑的这个设计，不过很贴合手部。关门的时候你可以直接拽这边，它这边有一个弧度，你可以直接拽这。最近这个是扭矩还是什么？地上好多这个东西啊，应该不是扭矩。我的妈，全是！你看那个地上，其实它这些按键的质感还是可以的，而且你看按起来还是很快的。它前排是一个双层夹胶的一个玻璃，看
厚度还可以。不过奇瑞在用料这方面，我是觉得是很用心的。它很多东西都是看不到的东西，比如说它的前防撞梁，大家还记得吧？之前就做过拆解艾瑞泽8的前防撞梁，是一个铝合金，而且防撞梁后面还有2个溃缩区域，也就是溃缩空间。所以其实它在用料方面还是很下血本的。虽然是在看不见的地方，但是我觉得该宣传还是要宣传。比如说他经常会做那些拆解，我们经常参加他的发布会，就有时候会把一辆车从每一个零件都拆解放在那边给你看。如果没有真材实料，我觉得没有一个车企敢这样做。而且还有很多碰撞啊测试，比如说最近很火的那个根源 ET 的那个高空跌落测试，还有之前星途翻滚测试，太多了。我觉得这些就是车企的一个实力的表现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有点多了，直接进到车内。刚才说了门板这一块的设计，我觉得还可以啊。进入到车内再看一下，这个座椅的长度还是可以的，我觉得对腿部的支撑蛮到位的，而且它这个左右的一个支撑，而且非常可以。你在拐弯的时候不是有侧倾嘛，身体会倾，它这边的包裹感会非常强。你看这边的，而且它的这个用料，你看很柔软，头枕也是。所以它这个座椅如果打分8、9分肯定不成问题啊。这方向盘现在就变成了这种虚拟按键的，它会有这种虚拟的整个板子在动的，它不是那种单独的按键，所以可能盲操会有一点点不太方便，但是整个就是看起来这种高级感的营造还是非常强的。你看它的这个方向盘，再加上它这个内饰，的确在设计方面，我觉得奇瑞这一款风云 A8 的设计还是可以的，也就是它老款的艾瑞泽8的设计一模一样。下面它这一块是一个香薰的，其实放在这边还是很少见的。一般很多车企这边的都是一个储物空间，就是一个把这一拉下来，这边有一个储物空间，放在这边可能是方便大家拆卸，我觉得比较好用一点。这边2X 就是2层拉开这个前面的机盖，你要拉2下它才会解锁。我们看一下它前面机盖的一个布局，直接拉开。这一款是没有液压撑杆的，我来称一下，撑杆在哪？撑杆在哪？撑杆在哪？撑杆在上面，有点不习惯。一般撑杆都会放在这个地方，突然有点不习惯。一般撑杆的确是在上面的，放在下面。像这个配置，我觉得也没必要省10几20块钱的事。但是你放在这个价位，其实现在真的是太卷了，大家已经把这些东西能减的都减，不能减的都不会给你去减掉。安全这方面肯定是不可能给你减的，但是像这种你前面嘛，一般不怎么打开，除非你在维修或者保养的时候你才会打开，所以用的很少。但是被别人说起来嘛，的确是很那个的。我之前开那个新锐的嘛，反正你可以不用，但是你要用的时候它没有，网上的喷子就比较多，你知道吧？其实它这个还是可以的，它这边还有隔音棉，你说发动机的有一些噪音就可以有效的进行隔绝，但是在行驶的过程中还是能感受到一点点噪音的，因为它这个发动机是 1.5T 混动专用的一个发动机，它在电驱的时候其实是不会，但是它在闭年或者踹年或者是发动机直驱的时候，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噪音会传到那个驾驶室里面，但是我觉得还是能够接受的，毕竟它现在这个价位也就是13万左右的一个价位，能做到这样的一个隔音还是可以的。再加上它前排的这个双层夹胶隔音玻璃，整个静音隔音方面我觉得做的还是不错的。这就是它的一个前机舱，这个发动机就是奇瑞的那个 1.5T 混动专用发动机，热效率是有44.5%的，其实这个发动机还是不错的。再次进入到车内，关门，12.3英寸的仪表，左右两边都有，其实这个观感还是不错的。从驾驶位看的话，这个仪表也不会被遮挡。然后那边仪表头稍微倾斜一点，还是能看得很完整的。我们再看一下仪表的这一块，就是一个，比如说长按，这个是它的一个开关，下面这个和这个是仪表的这个亮度调节，这个是音量的调节。下面你看出风口上面还有一些设计，左右的拨杆，左边就是转向灯以及大灯的调节以及后灯的一个调节，其他的就没了。右边就是前雨刮，雨刮我没开，雨刮的速度的一个调节，这个就没了。方向盘刚才也说过了，这个方向盘粗细还可以，这边还做了一个
弧度的处理，让你手放在这边会更加舒服一点，整个手部的贴合度还是可以的。一个黑白双拼的方向盘，这一块就是辅助驾驶的一些功能以及收藏、快捷键、辅助驾驶的速度调节，这应该是 ACC 的调节开启按钮，这个是车间距的一个调节。右边就是这边音量左右，也就是这一块或者是音乐的一些调节，这边就是语音助手的，你看这一块就是这个菜单页面的调节，看到没有？菜单页面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地图，按这个 O 可以进入全屏地图，长按这个还可以，这个就方便了。这一款它是没有 HUD 的，有这个它就方便多了，你低头扫一眼就行了。再来说一下它右边的这个中控屏幕，这是支持815芯片的，整个流畅度还是非常可以的，看可以。然后下拉，这是一些设计，比如车辆下电啊、驻车、自动驻车一下其他的东西。来看它这个往左边滑，它这边会有一些快捷按钮，蓝牙啊、地图、备忘录、天气、车窗锁、中控锁这些快捷按钮解掉。这边就是音乐，因为我也连了 CarPlay 啊，所以你点这个音乐就会进入我这个 CarPlay 的页面。其实它这个 CarPlay 还是很好用的，我现在没放歌，先找一首歌来放一下，给大家感受一下。我手机应该没解锁，它这个就显示不了。OK， 我再来看一下。好，随便找一个老人与海。但是它这个只有6个扬声器，我操，有一个闹钟。但是它这个只有6个扬声器啊，它的音质还是非常可以的。OK， 我们就听这么一点点。我们看一下 CarPlay 里面就是一些车机的一些应用，这个就没了。流畅度其实还是可以的。返回到它的原有的车机页面，我来看一下它的应用。这一些其他的我就其实没什么好说的，什么氛围灯、全景影像这些东西，这一块，火山车鱼啊、爱奇艺啊之类的，我也不想说。这个华为的 HiCam 和苹果的 CarPlay 真的很好用，尤其是苹果的 CarPlay 对车机，你看刚才也看到了。从这边点进去，它这边地图啊什么的都是可以用的，所以用起来还是很方便的。我觉得奇瑞在这方面还是做得不错的。虽然它要的是815的芯片，但是现在车和汽车，我靠，吓我一跳！我靠！别搞我哎！应该问题不大。我靠，还是很硬的啊，轻微刮伤，问题不大，问题不大。赶紧撤，换个地方，换个地方。我操！赶紧走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！刚刚出现了一些突发情况，那个树枝倒下来砸到了前机盖这个位置，问题不大，它就是轻微的擦伤。看今天又是血亏的一天啊！接着往下，它这边就是一个这个东西，其实就是这种触摸式的空调面板，我不是很喜欢。首先你没办法盲操，而且还容易误触。我之前就在那个长安的睿城，应该是睿城 Plus 里面，就这个东西特别容易误触。我建议还是就是换成实体的会更加好一点，像新锐、像凯迪拉克啊那种实体的按键就会更加一目了然一点。不过它其实怎么说，各有各的好处，这个可能会成本各方面会更加低一点，安装工艺啊什么的会更加方便一点。但是的确是容易误触。这个双闪的位置好评，很多双闪的位置我不知道在哪，反正你放在这，如果你在高速上前面突然减速，你要开双闪，你就可以一眼就能望到，一眼打开，这个速度是很快的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很多厂商把它放在头顶，还有就这个位置你得找，你知道吧？你得看一点，你根本没办法盲操。你看我在开车，突然前方有
就试过，按一下，也就0.5秒到1秒的时间。如果我要去抬头，那可能就是那0.5秒的误差，就可能会出现什么不一样的事情，不好的事情。接着往下，这边是支持一个无线充电，2个可以放手机的口，下面一个 USB 一个 Type C 的一个接口，这个是快充，我现在在充电，都快已经充满了。这边可以拉开，放2个水杯都是没问题的。它这个挡把其实是没有解锁键的，就是你踩住刹车之后往前，那就是倒档。这个360还是很清楚的，我们再来看一下360还是很清楚的，这个360反应速度也还可以，而且它还会在这边就建一个，你看这边快要碰撞了，它会建一个这种围墙的一样的东西，还是挺有意思的。往下一拉，也就是 D 档了，这个 P 档在这按一下，这个按钮做的特别大，我觉得特别方便。有一些 P 档可能有点小，这个按钮还是不错的。往前你不踩刹车，如果你在 D 档或者在 N 档往前一推 N 档，其实这个挂档还是设计的比较简洁一点的。下面就是 EV 和 HEV 的一个模式切换， EV 就是你纯电动行驶，现在是开不了的，因为我们纯电动电池大概只有21%的电，所以没办法开启。HEV 混动的插混的一个模式，这边就有一些快捷键，这个是音量的调节，这个是你看屏保，看到没有？上面这一块，这个就是影像360影像的一个调节，这个就是模式的调节。它总共有3个模式：标准模式、运动模式。已进入运动模式，还有经济模式，已进入经济模式。其实我觉得语音可以调节一下，没必要这样说。下面这个是地图，按一下，你看快捷调出地图，这个东西还是很快的。这个是设置，按一下就快捷调到这个设置，就是 HEV、EV 加，然后模式，然后中控的这个锁，车辆的一些设置，智能钥匙，这些车辆的一些设置，辅助设置。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些设置，这些点，你看这个855芯片还是很快的。空调，那空调的这边设置，座椅前面是支持主驾驶是支持通风和加热，副驾驶只是加热。香氛刚才说了，在那个下面3个可调，5档可调，一个空调的一个设置，可以看一下功能。OK， 其实差不多就是这些，这边就说了。再说一下这边是有个储物槽的，可以把手机放这，就比如说你的手机还可以再放一个手机在这，但也不会影响到这边水杯架，其实也还好，充电的话也没问题。打开这个手头箱，深度还是可以的，且这边还有一个深度，你看，我的手都从这边伸进去了。座椅刚才也说了，真的很软，包裹感还是很不错的。这边有一个挂钩，可隐藏，就这一点做的还不错。如果你买个螺蛳粉或者什么有个袋子挂在这边，你就直接放在副驾这边挂着。其实这个东西很多车都是没有的，这种贴心的设计还是我觉得是加分项。这边是一个手套箱，这边面板。再来看一下头顶，我觉得不太好的，打开这个它没有化妆灯，我觉得这个没必要减配，真的是。副驾驶没有那不行，主驾驶其实用的，如果你不是开车其实还好一点，如果你是开车，我觉得没有也不太好。但这个东西你就该加得加上，就没必要省这个成本，你知道吧？这个也是支持这个调过来。这一块其实是应该跟这边一样装一个这个的，但是我觉得你可以花个10几块钱的成本就在这边装个眼镜盒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小细节还是该有得有。跟这个细节其实是一样的，挂钩的细节其实是一样的。这个后视镜这边自动，这个是自动防眩目，你打开了之后，后面的远光会变得更加弱一点。这是自动防眩目的，大家有的可以看一下，后面一般有个拨杆，或者是自动防眩目，它自己会开启，这个比较高级一点，高配的车才有了。这边就是灯，这边是应该是高配的一些按键，这个也是灯。有一个全景天窗、天幕，这边还有个拍摄的，也不给它下掉，好像是当时长续航测试的时候，应该是在这边有个支架的，他们忘记把它下掉了。这个天窗可开启的，我把它关掉。其实其他的应该没什么说的了，我们待会儿开起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好吧？这边还有氛围灯，可以看得到吗？很微弱，这边氛围灯一个蓝色的，
它现在在闪，其实是实际我看的画面不是闪的，后面也有。OK， 那就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。因为它这个最近50公里的能耗清不掉，所以我尽量跑到50公里，大概30公里到50公里的样子。这个仅供参考，它的平均油耗、能耗、电耗，我只能清掉这个外接充电量和总燃油消耗量，所以到时候油耗就做一个参考值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我现在导航，那就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。OK， 我们来试一下这一款奇瑞风云的 A8 127的御风版。先把双闪关掉，然后如果我现在没有系安全带啊，我去踩油门，你看，就是启动不了的，你得，系上安全带，然后再踩挂档。我现在档已经是挂上了，它这个档倒退，然后前进。对吧？挂起来还是很方便的。现在我们打开了能量流，然后把之前的能耗都给清零掉，对吧？清零了之后，最近这个50公里的油耗，这个没办法清零啊，然后只能把这个外接充电电量以及总燃油耗电量清零。现在直接去这个天门山风景区，我看导航多远，17公里，17个红绿灯。也就是正常的上下班的距离吧，我大概再开回来，总共大概40公里左右，接近50公里的一个耗电以及耗能，到时候看一下平均油耗和电耗。准备出发，全程17公里，大约需要30分钟。掉头，随后立即向右前方行驶。再来一个音乐，漠河舞厅。高的地图持续为您导航。那我们把这边就改成全景地图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没有联动的，就是我用的是 CarPlay， 对吧？我用的是 CarPlay， 右前方行驶。所以把全景地图关了吧。如果你用车机的地图的话是可以的。OK， D 档出发，这挂档还是很轻松的。然后起步其实它就是一个电驱的一个模式，向右前方行驶，然后就比较舒适。OK， 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能量表，现在时速30，可以看到它这个能量流已经应该是开启了串联模式，就是发动机给电池充电，然后电池给电机供电。反正它现在是支持4种模式：纯电，然后串联、并联以及发动机直驱。串联并联其实很方便理解啊，并联就是它可以发动机和电机同时驱动，然后串联就是发动机给电池充电，电池来驱动电机，这样的一个意思。OK， 其实在低速的情况下，基本上就相当于是一个电车在行驶啊。反正我是，你看，给脚油，哇，它就往前。其实动力这方面，你看没得说，哇，其实在这种城市的铺装路面上，整个底盘给你的感觉还是很整的，一些坑坑洼洼的小坑啊，也能感觉到。舒适性的话还是可以的。虽然它前面是麦弗逊，后面也就是大家俗称的扭力梁，也就是板悬，但是毕竟它是一款就是插电式嘛，它里面有个电池，然后为了给电池油箱啊留出更大的空间，然后板悬就是比较节省空间。虽然它是非独立的一个悬挂嘛，现在是电池给它单独的驱动，也就是电驱动，纯电的一个驱动。如果我去踩的话，稍微踩快一点，你看，稍微踩快一点之后，它的发动机就会启动，因为它现在是一个亏电的一个状态，20%的保电模式。注意了啊！前方有个铁路道口，你不想和火车亲嘴嘴的话，你就慢点开哈。晓得喽，把它关掉。嘿，小齐，导航去天门山景区。第一个。你选哪个呢？没问题，准备导航。开始导航。出发。
全程14公里，然后大约需要28分钟。我们把这个播报稍微搞小一点，找到了。接着把这个全景导航得打开，看这个就打开了，这个就打开了。它这个反应速度还是可以的啊，它是有自动驻车的，就是你深踩刹车之后，它会自动驻车。然后如果你前面有前车，它还会提醒你前车已驶离，就是比如说你在等红绿灯的时候，对吧？它还会提醒你一下。这个细节做的还是可以的啊，它这个360还是很清楚的。它这个方向盘的指向还是可以的。整个方向盘的话，我现在开的是 ECO 模式，偏轻，但是也不是很轻啊，还是有一点点阻力的。我们来切换个模式，标准模式，运动模式。我们来切换一个运动模式。你看，在这种静止的状况下，我都感觉到这个方向盘是偏重的。这边奔驰同款，哦，这个方向盘明显就变重了啊！来感受一下速度起来了之后，它这个方向盘的感觉。这种随速度，这个方向盘力度变大，做的还是不错的。我觉得没有很奇怪的这种，突然变大或者是变小的感觉。其他指向性还可以啊，你看，对吧？还可以。OK， 来一个起步运动模式。哦，打滑，哇！轮胎其实这种家用车的轮胎还是欠一点的哦，毕竟它现在前驱，然后又是起步又是电机这种直驱的这个模式，肯定会打滑的。不过这个打滑打得比较厉害啊，说明它的动力啊、扭矩啊输出的比较给力。如果换一套轮胎的话，其实还是可以的。这是危险动作，大家请勿模仿啊。这车牌挺好，90M90。接下来再来说一说隔音吧啊，我把音乐关掉。现在时速44，40偏上，然后风噪其实是感觉不到的，但我能明显的感觉到胎噪。然后速度起来的话，是有点左右两边后视镜，我觉得是有点风噪的，就是呼的声音。我觉得跟我的新锐其实是差不多的，包括跟之前的这个i8，它这个隔音方面做的其实区别不是特别的大啊。油门还是反应速度还可以，然后整个是偏线性一点的，你加速的时候。然后动力的话随叫随有，嘎嘎快。刹车的话整个也是偏线性一点，不像之前探索06啊，或者是其他在刹车的时候前段是偏灵敏的，就是你前面踩一点点它就会刹得很厉害，但是后面基本上就没什么感觉，就是调的不是很线性。所以这个还是因车而异吧，而且每个人其实感受各方面其实是不一样的。掉头一定要注意车道，然后过来。这方向盘自动回正的速度也很快啊，只能领航驾驶，然后按一下就行了。我之前按2下。速度呢？速度现在50、51， 53。长按呢？长按就是+5啊。看前面有辆车，它会不会刹？我们注意安全啊，把脚放在刹车上。哎，刹了，我没踩，我没动，你看，没动啊，刹了。哎，停了，应该是不能感知红灯的但是它退出了，它停下了就退出了。如果我们现在开启呢？已停用，前车已驶离，它还会提醒你。现在开启，
然后把它这个拉到50。哦，它等个红灯就停用了，拉到55、60啊，巡航不知道能不能变道啊，我待会儿试一下。不能，然后我们自己跑吧。就是一个车道保持，再加一个车距的控制，也没有红绿灯的识别，所以这种就是方便驾驶嘛。就你在高速上不想频繁的踩油门啊，对吧？刹车啊，你可以用这个，但是也要注意安全。它这个东西就是机器嘛，你不能完全的去相信。我更愿意相信我自己一点。当然我自己用的话，我也是保持清醒去用它，因为它有时候的确会做出一些反常的判断，但这些都是个例啊，因为我开的比较多嘛，就是试的比较多，所以还是尽量的去自己去开。其实我这次开过来还是不是很温柔啊，我还猛加速了好几次。铁门山景区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能耗表现啊，现在已经开了17.6公里啊，平均速度25，因为在市区开不快。然后看能耗表现有没有低，有，刚才跳过了。平均电耗负的8.6，然后平均油耗7.8，平均能耗5.2。这个是17公里的，也就是它这个是最近50公里啊，我不知道有没有被人激烈驾驶过啊，这个我不是很清楚。这次全程是空调温度最低，风量3、4档，然后动力回收开的是中，所以这一次油耗啊各方面都只做参考啊，因为我刚才还驻车了大概半个小时左右。OK， 嘿，小齐，请说。导航去潮起中江。我有好几个。第一个。你选哪个？好的，准备导航。开始导航。出发。全退下吧。10公里，大约需要39分钟。20公里啊，加上刚才的接近18公里，也就是38公里。OK， 我们倒车。我觉得这边这种江边的堤岸可以适合骑自行车啊，周末的时候来逛逛，今天天气也不错。然后或者自驾啊，把车停在这个路边，搞个小帐篷，搞几个座椅，歇歇。哎，生活嘛，不一定都是工作嘛，适当的也要停下来感受一下这个世界。座椅的话，其实它的头部的这个支撑，我觉得是添加的啊，可能设置的比较大，但是它这个左右的这个，对吧，腰部的这一块支撑还是很不错的，就是你在拐弯的时候啊，它的支撑力还是很足的。然后再说一下它这个坐垫啊，我1.7米的个子，反正我是觉得够用啊，而且坐垫坐起来也很柔软。如果你1.75米啊或者1.8米啊，这个坐垫可能会有点显短，但是我觉得是够了的。其实一直开的话，现在其实就是在一直充电，刚才的走的时候是20%的电，现在已经28%了。它现在的平均能耗已经降到了5.2升每100公里。这边的江堤是没有开发的，就是只有一条路，那有一块的江堤它是开发的，就刚刚我们开始起步的那地方，看这个江堤多好，觉得太阳有点烈，太阳有点好强。哦，给个油，哇，发动机咆哮了，70的时候，哇，100，哇，给力。其实它这个7秒级的一个100公里加速还是非常够用的，你在高速上啊干嘛都是可以的，超车啊，然后变道啊，这个速度没什么问题。哇，这边有点极限。哇，这技术可以啊！哇，这个墩子就是为了防止大车的，还是慢一点。然后左转。来首 DJ。
正好现在已经开了44.2公里了，我准备跑50公里整，这样正好能看到它那个平均能耗和平均油耗一个亏电的一个状态下。已经行驶了50.7千米，平均速度25。再来看一下它的能耗，平均电耗是负的5.8每百公里，平均油耗是5.6升每百公里，平均能耗是3.9升每百公里。这个数据是我们在开了全程运动模式，稍微有点激烈驾驶，全程空调温度最低，风量大概在3档到4档，还有能量回收是中，还有就是驻车，大概驻车了半个小时。刚才去天门山景区那边驻车，开了空调，待了半个小时，得出的这样的一个能耗表现。它这边也是写了，最近50公里嘛，因为我们刚好开了50公里多一点点，所以我当时还把油耗清零了。现在目前的总燃油消耗量是3.1升，其实它这个消耗量还是比较准，那说明我们开了50公里的油耗消耗了这么多，就是这个意思呀。对呀，然后目前的话，车辆充上了9%的电，当时走的时候大概是19%，那就是10%到9%的电。这样的一个油耗表现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这个车的360影像也是很清楚，比如说你靠边停车的时候，你看这个马路牙子很清楚，前视还有，你要挂前进档的时候，这是后退3D 的一个视图，车机还是很流畅的。前视、左右轮胎，你只看这边，你看马路牙子，还能再往边上再靠啊，右边啊也是很清楚的啊，这个可以放大。OK。因为 A8 的这个大灯还是挺亮的，我找了一块不太亮的路段给大家试一下。如果这是关闭大灯，打开大灯，打开远光不是很明显，但是大灯总体来说还是挺亮的。